你受苦不是因為看見了什麼，而是因為把看見的畫面當成了全部真實。楞嚴經裡有一句極鋒利的話，聽起來像繞口令，可它一旦聽懂，可能會推翻這一生最相信的一件事：眼見為實。我們都太相信自己看見的東西了，別人一個眼神看成對自己的冷漠嫌棄，別人一句話解釋成對自己的否定，一段失敗的經歷當成命運的定局。看見別人風光，自己日子平淡，就覺得這一生輸了一截。我們心裡總有一個很深的執念，看見了才算是真的。可是佛陀偏偏在《楞嚴經》裡告訴我們，你最相信的那個看見，有時候正是迷失真實的開始。眼睛會幫你看路，也會帶你入迷。真正救人的，不是看得多，是看得破。這句話就是楞嚴經中的見見之實，見非是見。當真正明白了這句話，也就會明白為什麼人這一生最深的痛苦，往往不是來自事情本身，而是來自太快相信了自己看到的畫面，太快相信了心裡升起的判斷。若你也曾被一個畫面、一句話、一個念頭困住，還煩請點讚訂閱，也可以分享給一位正在煩惱裡的朋友，我們一起把這層迷霧看清楚。人這一輩子為什麼那麼相信自己親眼看到的東西？人到中年，越來越靠看見找安心。存了多少錢，要看到數字躺在賬戶裡，才敢踏實過日子。孩子在外打拼，一天沒回消息，坐立難安，直到看見訊息出現在屏幕上，心才放得下來。每年健康檢查報告出來前，翻來覆去睡不着，看到一切正常4個字，才能好好睡一覺。這是人之常情。可同樣是這份安心，也常常轉成煩惱。看見老同事換了新車，買了新房，再看看自己住了幾十年的舊公寓，明明日子過得安穩，心裡還是莫名堵了一整夜。看見朋友一家人出國度假拍的美照，再想想家裡那個總不省心的孩子，忽然就覺得自己這一生都沒養好後代。一位母親看見兒子連續3天不回電話，心裡立刻翻江倒海，是不是自己哪句話說錯了？是不是孩子長大了嫌自己煩？一夜沒睡好，到最後才知道，原來是兒子趕項目連軸轉，手機都沒空碰。還有退休多年的老長官，一輩子要強，看見當年下屬個個都比自己混得好，聚會回家越想越不是滋味。這些被我們抓着不放的，就是佛法裡說的所見之相。凡是眼睛看到的，耳朵聽到的，心裡浮現出來的畫面和判斷，都屬於可被經驗到的相。相不是沒有用，眼睛幫你認路，耳朵聽聲，心裡的判斷幫你應對日常，這些都是相的功勞，但相從來不是全部的真相。眼睛會幫你看路，也會帶你入迷。真正救人的不是看得多，是看得破。走進生活的痛點，才看得懂《楞嚴經》為什麼要下這第一刀。佛陀在經裡說，見見之實，見非是見，見猶離見，見不能及。這句話聽起來繞口，說破了其實很簡單。當我們想要把能看見這件事也抓成一個具體的東西，一個能說清楚的境界，一個我擁有的東西的時候，它已經落入了能看和所看的分別心，已經不是那個本來親民、本來自在的見性了。佛陀從來沒說眼睛沒用，也沒說眼前的世界不存在，只是要破掉一個錯認，錯把我們看見的這一點點當成了究竟的真實，錯把那個能看能想的我當成了最終的自己。接下來就要看清楚我們這一生錯在哪裡。為什麼越相信眼前，越容易被眼前騙走？總共3層錯認，一層比一層清晰。第一層，
把眼前所見的碎片畫面當成了全部的真實；第二層，把心裡升起的念頭、情緒完全當成了真正的自己；第三層，就連修行路上偶得的清淨境界，也會被錯當成已經修成的成就。這不是叫人閉眼做人，什麼都不看，什麼都不信，只是要讓心多留一分清醒。看見了不等於看完了，想到了不等於想對了。困住我們的從來不是看見，而是抓住一點就不肯放的執念。接下來用一個最家常的比喻，把《楞嚴經》這句難話講明白。晚飯後，一家人圍坐客廳看電視，老人坐正中間，跟着屏幕上的劇情起起落落，播到闔家團圓的戲，笑得皺紋都舒展開；轉到倫理吵架的劇，跟着氣到拍沙發。新聞說哪裡物價漲，哪裡氣候反常，放下碗筷就開始憂心接下來的日子。孫子拿起遙控器換台，劇情一換，剛才還堵在胸口的情緒也跟着畫面一起變了。這就是我們每天的日子，像極了看電視。人生遭遇是不同的頻道，念頭、情緒是屏幕上的畫面，身體衰老是劇情起伏。我們這一生所見的一切都是不同節目換着播出，但是不管畫面怎麼變，承載這一切畫面的始終都是同一塊電視屏幕。對應佛法講的見性，就是這塊屏幕。節目裡的人結婚，屏幕不會跟着結婚；節目裡的人吵架，屏幕不會跟着生氣；節目裡的人生病衰老，屏幕也不會跟着壞掉。所有畫面生了又滅，滅了又生，屏幕從來沒有跟着移動過半分，也從來沒有被任何畫面真正染污。我們能看見一切畫面，全靠這塊不生不滅的屏幕撐着。真正的見性，從來不是節目裡的某一個畫面，而是讓一切畫面得以顯現的那份清明。想明白這個比喻，再回頭看《楞嚴經》，就懂了為什麼說見非是見。拿着遙控器把所有頻道按一遍，永遠找不到一個叫屏幕台的頻道，因為屏幕從來不是其中一個頻道，它不在畫面裡，卻承載了所有畫面；它不參與劇情，卻讓所有劇情得以顯現。同樣，真正的見性也從來不是修行裡能看見的一團光、一個影像，或是某種特殊的清淨感覺。凡是能被指出來，能被描述出來，甚至能炫耀給同修聽的，都已經成了所見之相，落到了能看和所看的分別裡，已經不是本來那個不被牽動的見性了。我們以為要找一個乾乾淨淨能看見的見性，把它當成自己修成的成果攥在手裡，就像找屏幕台的人，不知道找的動作本身就已經離開了屏幕。最深一層的錯認藏在這裡，不僅外面的境界不能執着，連我正在看，我正在修，我有所得這份微細的主體感也同樣不能執着。只要還抓着一個我在能看的位置，就已經落入了能所對立，把本來一體的清明拆成了你我的片段。正如古德說，凡是你能指給別人看的，多半只是影子，那個讓影子出現的光，你指不出來。講透了，就是屏幕從來不出現成屏幕，它只是靜靜映現所有畫面。我們不需要在一切畫面之外另找一個屏幕，只要在畫面流動的時候忽然醒過來，我現在跟着這個畫面起情緒，屏幕還是原來那個屏幕嗎？它從來沒變過。如果這一刻忽然明白，原來這些年常常是被頻道牽着走，跟着畫面起起落落，請在評論區打下2個字：照見。這裡的照見，不是要多看一個什麼神秘畫面，而是在每一個畫面升起的時候，心裡留一分清楚，它只是當下的畫面，不是全部的真實。這2個字像是給自己發一個願，願我以後看見而不被牽走，照見而不住着。
有了屏幕和頻道這個比喻，我們再回到生活裡看，很多痛苦其實是把一小段畫面判成了一整個人生。不少人誤解佛法，以為講凡所有相皆是虛妄，就是要把日常生活全盤否定，什麼都不用做，什麼都不用管。體檢出來指標異常，不用看醫生，反正都是假的。家裡賬單堆着，不用繳，反正都是虛妄。家人臉色不對，不用溝通，反正都是幻影。這根本不是佛法，是歪理。世間相本來就有它的作用。體檢單要拿，指標異常，該複查就複查。每個月的水電費賬單要算，該繳就繳。孩子回家臉色不對，當然可以坐下來問問發生了什麼事。這些都是過日子本來該做的事。佛法從來沒有要人丟掉這些。錯在哪裡？錯在把這一張報告單的一個數字，把孩子甩過來的一個臉色，把別人隨口說的一句話，直接就判成了一整個人生的定數。本來只是屏幕上一段短短10幾分鐘的節目，硬生生把它當成了一輩子要播的內容，這就從用相變成了執相。金剛經說，凡所有相皆是虛妄，若見諸相非相，即見如來。這句話講得非常清楚，不是叫我們把所有相都滅掉，都否定掉，而是叫我們看見所有的相都不是固定的，不是獨立的，更不是最終的真實。就像電視上的畫面，換個台就沒了。你不能把某一刻停在那裡的畫面當成屏幕本身。很多時候，傷人的從來不是那個眼前的畫面，而是我們自己給畫面下的判決。走在路上，朋友迎面過來沒打招呼，一個眼神都沒給，本來只是他低頭看手機沒看見，或是心裡正想着急事沒注意，我們心裡一轉，就解釋成他對我有意見，他討厭我。職場上一次案子沒做好，本來只是這次因緣不具足，經驗不夠，時機不對，心裡一轉就判自己，我就是做什麼都不成，我就是命不好，從此連試都不敢再試。壇經裡記載，六祖慧能逃亡到廣州法性寺，剛好碰到印宗法師講經，有2位僧人對着風吹動幡旗爭論不休，一個說是風在動，一個說是幡在動，爭來爭去沒有結果。六祖走過去，開口說，不是風動，不是幡動，仁者心動。一句話當場點醒滿寺的人。這話講透了，外境當然有風，當然有幡在動，就像我們生活裡當然有不如意，當然有起伏變化。但是真正把我們拖入痛苦深淵的，從來不是那陣風吹動那片幡，而是我們那顆不停攀援、不停判決、不停執着的心。我們把片段的畫面釘成了永恆的標籤，把一時的情緒當成了不變的真實。這裡給大家3個簡單的緩衝句，遇到事情情緒衝上來的時候，不妨先在心裡默念一遍，馬上就能穩住。第一句，我看見的只是這一刻，不要把這一刻拉長到一輩子。第二句，我不知道背後全部因緣，一件事的發生背後有無數看不見的條件，不要憑着第一眼就蓋棺論定。第三句，我可以晚一點再下判斷，不急着給自己給別人定了性。這不是要硬生生壓住情緒，也不是叫人逃避問題，只是在情緒剛冒出來的時候，不馬上替它蓋章，不馬上把這一小塊畫面貼滿整個屏幕。這個方法聽完今天就能用，不管是家庭相處、身體健康，還是人際往來，遇到讓你一下子火上來或是涼下去的時刻，先停3秒，說一遍這3句話，心一寬，就不會馬上掉進執着的坑裡。更深一層，不只是外面的畫面會騙人，心裡的念頭也常常冒充成我。很多時候，
念頭只是經過的頻道，不是家裡的主人。現代生活裡這種場景太常見，夜裡躺在床上翻來覆去睡不着，腦中反覆播放白天別人隨口說的一句話，越想越認定對方就是看不起自己，越想越氣，越氣越覺得這件事千真萬確，整個人陷在情緒裡，一夜都合不上眼。本來只是一句無心的話，一個閃過的念頭，硬生生變成捆住自己的枷鎖。人這一生最累，不是事情太多，是把每一個念頭都當成聖旨。這就是佛法講的妄想分別。很多人以為妄想就是完全空的、不存在的念頭，其實不是。妄想有內容、有感受，甚至看起來合情合理，但它的本質是隨境而起，缘散則滅。它會生，也會滅，本來就只是流過的風景，不具備最終的真實性。順着之前屏幕與畫面的比喻再往下走，念頭出來了，我們能清清楚楚看見這個念頭在動。既然能被看見，它就不可能是那個能看見一切的屏幕本身。就像電視裡播新聞、播戲劇，那些內容都在屏幕上，但屏幕從來不是新聞，也不是戲劇。楞嚴經裡，佛陀和波斯匿王有一段非常經典的對話，剛好點破這層道理。波斯匿王當時年紀大了，對着佛陀感嘆，年紀一年年增長，身體一天天衰老，從年少紅潤的面龐到現在滿臉皺紋，髮白齒落，連走路都不利索。看來這副身軀終究要壞，生命也就走到盡頭了。佛陀沒有直接回答，反而問了他一個問題：你小時候去看恆河，那個時候你能看見恆河，對不對？現在你老了，再來這裡看恆河，你依然能看見恆河，對不對？那你小時候看河的那份明明白白的了了覺知，和你現在看河的那份清明，有沒有跟着你的臉一起起皺紋，一起變老？一句話點醒波斯匿王，身體容貌確實在變，從幼到老，從健康到衰敗，這是看得見的變化。但能知能見的這份清明從來沒有變過。我們習慣把身體的衰老、身份的變化、情緒的起落，直接就認成我，直接就判我徹底完了。事實上，我們能覺察到身體在變，能感受到情緒在動，這份覺察本身就不應該被某一個變化的畫面框死。這段對話放在這裡，剛好能安放下很多人對衰老的恐懼。頭髮白了，眼睛花了，腿腳不利索了，這些都是身體屏幕上顯現出來的畫面，不是能看能走能感受的那個根本。別把身體的變化直接全盤套在我的頭上。講到這裡，還要糾偏一個現代人常見的講法。很多人說，修行就是培養一個旁觀者，看着自己的情緒起落。初學的時候，這樣練習確實有幫助，能從情緒裡抽離出來，不跟着馬上跑。但如果執着有一個高級的我，在看着那個低級的我，這其實又造出來一個更隱蔽的自我執着，還是落在能看和所看的對立裡，仍然沒有跳出分別。真正的鬆開，不是塑造一個冷冷的旁觀者守在那裡，而是明白所有能被抓住的身份感，不管是那個生氣的我，還是那個看着生氣我的我，都還是落在相裡，都不是究竟的真實。講到這裡，很多學佛人會發現，生活裡會執相，修行裡也會執相，而且更隱蔽。很多人學佛念佛，盼着能看見瑞相，誦經持咒，希望能夢見佛菩薩，打坐調心，總等着眼前出現光明，拜懺消業，急着想馬上得到感應。這些期待太常見了，也不是什麼錯事。這些體驗確實可能在修行過程中出現，不需要刻意嘲笑，也不需要全盤否定。
但要認清楚一件事，凡是會來會去、會強會弱，能被描述出來的境界，都還是所見之相，跳不出之前講的頻道範疇。心裡本來追着是非名利跑，現在把心轉過來追修行的境界，不過是從生活頻道換到了佛教頻道，本質上還是被頻道牽着鼻子走，從來沒有真的安住下來。有位居士念佛一段時間後，某天夢見一片柔和白光，醒過來興奮得不得了，連着好幾天跟同修分享，說自己得到佛力加持，肯定是功夫長進了。結果過了半個月，再也沒做過類似的夢，馬上又愁眉苦臉，四處找人問，是不是自己退轉了？是不是佛菩薩不再管自己了？你看，心跟着境界跑，就會像這樣忽高忽低。境界來了，飄到天上；境界走了，跌到谷底。本來修行是求心安，結果追來追去，心反而更不安穩。這裡送大家一句話：境界來了不要追，境界走了不要怕，會來會去的都不是你的家。真正的修行，從來不是多抓一個神秘畫面放進心裡，而是看破那個想抓境界的心。楞嚴經講50陰魔，早就把這層道理講透了，留下一句非常重要的提醒：不作聖心，名善境界；若作聖解，即受群邪。這句話說穿了很簡單，修行路上不管出現什麼稀奇的感受、特別的境界，只要不急着跳出來認定我正果了，我開悟了，我比別人殊勝，這些境界就只是路上的風景，過去了也就過去了，不會對修行造成妨礙。可一旦把這些境界解讀成自己已經了不起，已經與眾不同，貪著和驕慢馬上就會順着這個缺口鑽進來，反而把好好的修行路走歪了。前面跟着一步步理下來，已經試着在生活裡練習照見的朋友，到這裡應該會更明白，照見2個字，不是求你看見什麼光、什麼相，而是叫你看見自己現在是不是又在心裡偷偷追着什麼境界跑。還沒開始練習的朋友，也不妨就在心裡默念一遍這2個字，不必特意留下什麼記號。再往深一層照破，凡是心裡急着要證明我看見了什麼，我得到感應了，我修行比別人好，其實都已經把本自清明的見性變成了裝飾自我的工具。本來修行是要破掉我執，結果追來追去，又給我執穿上了一件修行有成的新外衣，還是跳不出錯認的怪圈。回到楞嚴經講的核心，真見照破一切妄見的時候，才會明白，那個能被你指認出來，能被你拿出來炫耀的見，本來就不是真正的見性。我們都會有這樣的過程，看到境界會動心，得到感應會歡喜，這都是人之常情，不是什麼大罪過。只是要記得多停1秒，多問一句，這個能被我抓住的境界，真的是我要找的那個本來面目嗎？問到這裡，答案自然就慢慢出來了。看破不是逃避，照見不是冷漠，飯還要吃，路還要走，因果還要承擔。很多人聽到這裡會產生一個誤會，既然一切都是幻象，那是不是什麼事都不用管了？家裡的矛盾不用理，身體的病痛不用治，日子過一天算一天就好。這其實是把不執相做成了不管事，走偏到虛無主義裡去了。禪門有一則非常有名的百丈野狐公案，剛好點破這個誤區。過去有一位老禪師，有人問他，大修行人還落因果嗎？老禪師答，不落因果。就因為這一句話，老禪師死後墮為野狐身，500年不得解脫。後來百丈禪師面對同樣的問題，只改了4個字，不昧因果。就這4個字，野狐身當即解脫，得以轉世。差了4個字，天差地別。不落因果
是說大修行人不用遵守因果，什麼事都可以放下不管；而不昧因果是明白因果不虛，該承擔的責任一分都不會少，只是不會被眼前的境界迷了本心，更不會把一時的現象錯認成最終的結果。佛法從來沒有說過世界全假，什麼責任都不用負。看見孩子對自己冷淡，該溝通還是要溝通；看見身體指標不好，該調養還是要調養；看見家裡有矛盾，該修補還是要修補。只是心不再把第一眼看到的畫面當成最終的判決，不再讓一時的情緒牽着自己走。90%的人把幻覺當真實，不是因為眼睛一定在騙人，而是因為我們把眼前的相、心裡的解釋、修行中的境界都認成了全部真實。楞嚴經講來講去，答案其實很簡單，看見只是畫面，知道畫面不可執，才開始接近真正的見。講一個實實在在生活裡的事，一聽就明白。每年過節，女兒都會按時回來看望。有一年過節，女兒只發了一個很短的微信，連個問候都沒說全，只是匆匆一句節日快樂。看到這行字，心裡一下子涼了，悶了一整天，翻來覆去想是不是年紀大了，討人嫌了，孩子和自己漸行漸遠了，連多說一句話都覺得麻煩了。就這樣一整天茶飯不思，連過節的心情都沒了。直到晚上，女兒才打過來電話，原來那天孫子突發疾病，女兒在醫院陪着掛號看診，怕老人家擔心，不敢多說，只能匆匆發個消息報個平安，哪還有時間打長文說情話。這件事過去之後，當事人慢慢想明白，那天一整天的苦，其實都苦在自己把短短一行字直接解釋成了全部的親情，把一時的片段當成了完整的事實。其實過日子就是這樣，哪一天沒有這樣那樣的片段？哪一件事不是被我們先在心裡添油加醋，拼成了一個完整的故事？練習其實很簡單，以後看見任何讓心刺痛的畫面，先在心裡停一下，這是畫面，不是全部。最後送給大家一句話：看見世界是本事，看見自己正在被世界牽走才是智慧。頻道換了一台又一台，屏幕不追也不留，有些苦就起在一念抓着不放，把一時的碎片當成了永遠的劇情。等不急着相信第一眼的判斷，心就慢慢鬆了。就像那個對着短短一行微信糾結一整天的例子，拆開來一看，困住人的從來不是那10個8個字，是自己急着把片段拼成結局的習慣。楞嚴經講見非是見，講的就是這樁事。眼前的頻道一直在換，能看的屏幕從來沒變。起心動念時，知道這只是現在當下流過的一個畫面，就不會被畫面帶着跑。若你願意，可以在留言裡講一個具體瞬間，哪一次，後來才發現自己當初看錯了，想重了，判早了。也請把這期影片分享給一位正在被某個畫面困住的人，把這份照見送出去，就是一次小小的法布施。這一期的分享就到這裡，我們下期見。